哇哦，我有机会听到小孩子讲这种话，代表我已经是不错的爸妈。我想给大家一个概念，就是我们知道人与人之间不可能没有摩擦。对于父母这种期望很高的人物，孩子是很容易失望的。通常当父母或家里的环境开始调整至不是用指责的方式，开始每个人都开始表达自己的状态的时候，其实这就是孩子最好学习的方式。Hello， 大家好，我是小远妈，欢迎回到小远赢了小孩没问题系列。各位爸爸妈妈，今天大家都还好吗？其实我们今天要讲的是小朋友讲话会不会很容易让你觉得一秒惹怒你呢？就是在讲话的艺术上面呢，小朋友常常言不及义，常常踩雷，让你觉得好受伤。可是当你受伤的时候呢，其实小朋友他们是不是自己也受伤了呢？那我们怎么样安抚自己跟孩子？那我们今天一样，我们请到我们最喜欢的邓惠文医师还有心理咨商师们来跟大家解答。那我们先来欢迎我们的邓惠文医师。大家好，小远妈好。嗨。其实跟邓医师分享一下，像我的孩子在大概3岁的时候，然后呢他就会画画嘛。他在画画的时候他就会突然间画一个大大的妈妈，然后画个叉叉。原因呢是因为我前面骂了他，后来等到心情比较平静的时候呢，我就问我们家的宝贝说，为什么你要画妈妈，然后画叉叉？妈妈好难过。然后我们宝贝就把那个画作呢翻过来，又画一个正常的妈妈，然后画个大爱心，然后把那个画叉叉的妈妈呢就贴在墙壁上，不要被看见。然后我心情就好多了。可是呢，后来像他现在小学2年级我跟他聊到这个事情的时候他就不想谈这个事情，他觉得说你不要再讲了，对，我不想再回忆这件事情。可是呢，我就是想让他知道说，其实当时的妈妈很难过。这个会不会是情绪勒索？其实这种事情应该每位爸妈如果跟小孩子够亲近的话，你的小孩子是被允许说出他对你真正的感受的话，我们都要经历这样的东西。一方面应该要先恭喜爸爸妈妈们说，哇，你的小孩敢对你说。这很重要。对，像我知道的状况是，像有小孩子会跟妈妈说我讨厌你，平常关系很好的但是妈妈骂了他之后就说，你为什么这次那个视力检查又退步啦？你不可以再打电动了。然后那一天就是妈妈我恨你我讨厌你，我恨你。用字很深然后看了电视节目就跟爸爸妈妈讲说，我也想换个爸妈，类似这样子。那爸妈就会是不是很难过，对不对？首先有这个状况，先告诉自己，哇哦，我有机会听到小孩子讲这种话，代表我已经是不错的爸妈，至少他敢讲呢。如果你对小孩子非常的有距离，还是你非常的暴力凶，你想你的小孩有可能敢在你的画像上打叉叉吗？他是在心里把你打叉叉，这还不是最糟，最糟的是你让小孩没有表达的空间，他对自己打叉叉。我们宁可小孩在我们的画像上，当然我们最希望的是打圈啦，对不对？可是有些时候他想要打叉叉，我们应该怎么去看呢？先来跟大家建立正确的心态。首先让孩子知道他这样做给别人造成什么感觉，我想这是很重要的。因为小孩子在学习情绪的管理的时候，他必须要有同理心，他必须要懂得我做了什么，我会对别人带来什么影响，这是非常重要的学习。尤其是对于大概2、3年级到4、5年级的小朋友，就是很多很多的人际接触，他们要开始看得懂，他要知道说我这样做人家是会痛的，会心痛的，他必须要懂得去观察。可是如何在帮助小孩观察说你这样让妈妈很难过的同时，我们还要保有孩子表达的空间，这是一般爸妈比较难做到的。所谓的保有空间的意思就是说，如果我们把这个空间压得扁扁的，告诉他说，你说你讨厌妈妈，妈妈会哭哭，那万一他心里真的有一个对你不舒服的感觉，他要怎么表达？我们要另外有引导，让他用大家可以承受的方式，他还是要表达他的不舒服，他的不满，他的讨厌的感觉。假设刚刚的例子，我们可能会说，一个人的画像上面被打叉叉，你觉得是什么意思？那他可能会说没有什么意思，或者他很直接的说，我就是讨厌你。我还听过孩子就直接说，我不要妈妈了，你受得了吗？其实蛮难承受的。
可是这时候我们就是要先，你刚刚说 OK 绷先贴住自己，我叫他就是你去找别人，先贴，那这样就是会就互相破裂了，对，破裂，对不对？对所以爸爸妈妈还是因为毕竟我们是成人嘛，对我们就先贴住自己的伤口，不能立刻把剑碎一下拔过来，更不能插到他身上去，好，不能反击，你就要描述给他听说。一个画像上面画叉叉，那像你说讨厌妈妈或不要这个妈妈，你是认真的吗？提醒他稍微想一下你的情绪表达是不是一时的冲动，好，通常他们就会知道说其实他表达的比较过度，然后接着通常要扩大他的空间的话，我们会跟他说，你会说出这样子的话，应该是刚才我让你很生气，对不对？好，那对啊，你就是这样，其实我不是这样，你误会我啦，或者什么，其实他们都会说我们误会他嘛，哈，然后他就有很多很多的说法，你就说好，谢谢你跟我解释你的状况，我觉得这有很多我们可以慢慢讨论的地方。那不过我也希望让你知道，当你画了一个妈妈的画像的时候，我是非常开心的，因为我很想成为你很喜爱的人。可是当这被画了叉叉的时候，就好像很像你的成绩单被画了叉叉，好，或很像你很心爱的东西被弄坏一样。其实我会非常的震惊，所以那个震惊会让我很难过。那这是你想要表达的，但是我也要告诉你我的感觉，好，然后但是不要完全封闭他的意思是说，那谢谢你跟我做这么强烈的表达，让我知道你很有话要说。好，那我现在可不可以听听我刚刚那样骂你或对待你，为什么会让你气到连妈妈都不要了？就是让他去感觉说，第一个他做了非常片面跟极度强烈的表现，然后但是我们可以容纳他，我们不太快的反击他。那反击的意思就是说，你想换妈妈，我还想换小孩嘞。要没有选择了，我才做你的妈妈。人家的小孩多乖，那就互相就指责小孩，下次就会越来越强烈，就糟了，对。所以我们真的要先忍住，然后让他有空间去表达他刚刚是多么的讨厌你。之后，我们再来教他所谓的你讨厌的事情可以就事论事。你讨厌我做那件事，跟你讨厌妈妈或你的爸爸，其实这是可以分开的。就像我在指责你的时候，我觉得你做这件事非常的不好，可是我并不认为你这个人非常的不好。通常啦，其实检讨到这里的时候，大人都会有一点不好意思说，其实我们在骂小孩的时候，好像也是连他整个人都骂进去，只是我们没有画一个画像把他打叉叉，但是事实上，很多时候父母在骂孩子的时候，不也是一直给他打叉叉吗？所以他只是用一个很具象化的方式来表达他遭遇到什么，他让你体会了他的感觉。好，所以这个时候我们总而言之引导孩子了解，然后告诉他说，好，那下次如果我说你什么骂你什么你很不能接受的时候，我们来商讨一个你可以表达的方法。例如说，我不喜欢人家在我的画像上打叉叉，可是你可以告诉我说，妈妈，我现在感觉很不好，我暂时不想跟你说话。好，那我们各自冷静一下，然后但是你还要大体上说，但这种时候我们能不能记得，大部分的时候我们的感情是很好的。那其实在心理学上，我想给大家一个概念，就是我们知道人与人之间不可能没有摩擦，对于父母这种期望很高的人物，孩子是很容易失望的，所以这个时候他可能会做出过度的伤害举动，我们只要能够挺住，然后不反击，诱导孩子用更好、更成熟、更全面的方法来表达感觉，但是不伤害人。好，那他其实知道他有修复的能力，他才不会害怕自己的负面情绪。如果孩子没有办法学会表达负面情绪，他可能就是说，哦，我爸妈都不能讲，那他是不是就压抑了，就不能沟通了？对，就不能沟通，然后慢慢往青少年走去的时候，他跟你就会有距离咯，因为你只想听好话。所以这的确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我们要学习的方向，因为孩子都他自己是一个个体，我们在跟他相处的时候呢，我们都必须有一些磨合的过程。像之后呢，我都会跟我的小朋友说，好啊，你讨厌我没关系，反正我就永远爱你，我不会讨厌你。对，我会这样跟他讲，即便我那时候很生气，对小孩可以，但是长大可能就没有办法。更大一点，你要让他知道，如果他一直讨厌一个人，一个人是没有办法一直爱他的。对，没错。所以呢，这个是大家爸爸妈妈，我们要赶快来看看，我们要怎么跟孩子建立这样的沟通的机制跟修复的关系。所以呢，我们就交给我们后面的心理咨商师，再跟大家来分享更多的案例。
接着呢，我们就来邀请到我们的可婷諮商师呢，来为我们分享一下，当孩子呢受到一些不经意的话语伤害到父母的心的时候呢，我们该怎么做？我们欢迎可婷諮商师。Hello， 大家好 ，Hello， 小远妈。因为像刚才有跟就是邓医师聊到嘛，孩子可能在不经意的时候呢，就会伤害到自己，或者是伤害到自己亲爱的家人，因为他们说了一些话，可是他们并不是故意的。那当然，孩子基本上呢，越小的孩子他可能越想要赶快赢，借由说话的方式呢，可以得到赢的机会。所以呢，他们就会讲出一些他们自己都没有想过会伤害到父母的话。那我们要怎么样引导孩子呢？能够控制情绪呢？不要急着想赢，然后呢，能够就是不要伤害到自己亲爱的家人。其实要让孩子开始可以理解他的话是有影响力的，甚至是会伤害到人，前提是他必须也要先相信自己的话有影响力。当孩子有感受到自己的言语有重量、有影响力之后，我们再来跟他讨论说，对，所以那句话如果别人真的听进去的话，应该是会很难过的，或者是会很受伤的。那比如是怎么样的话会比较有影响你们？因为有时候爸爸妈妈会忙，那可能有时候我们就忙着，比如说刚好有处理公事的 LINE， 那小朋友就很开心的一直讲，那小朋友他也不会认为说你就是一定要听他的，对。可是父母就会不小心忽略了他正在讲一个很重要的事，就是哦对啊是啊，然后怎么样，这样子就会不好，对不对？对，所以我们要慢慢的，父母其实也蛮辛苦啦，我们要慢慢调整父母聆听孩子的方式。有一种聆听方式叫积极聆听，第一个放下手边的东西，放下手机，然后呢，让孩子感受到你的全部都在听他讲，然后这个时候孩子会开始讲嘛，但是讲的过程可能有一搭没一搭的，或者是没有办法一次讲的完整，这时候我们必须要有耐心的。多丢一些开放式的问句，我记得好像前几集有提到， 对吧？绝对不要问那个封闭式的是或不是，对或不对，有或没有，我们要开放式的。我们也要让孩子开始练习去厘清他的思路，对。所以当孩子感受所以现在爸爸妈妈是全部花精神在听我讲，我觉得被重视之后，孩子才能开始感觉到那我好像真的可以重视自己。他们从父母的重视来相信自己是值得被重视的，所以当他们开始讲的过程呢，其实爸妈的这种积极聆听会让孩子除了开始建立他们的自我价值感、自信感之外，他们也更敢跟别人开始表达一些他们真正的想法。而且他们发现爸爸妈妈有认真听的时候，他们才愿意再多讲一些。对，没错。对，因为像我昨天啊，有发生一些状况，我女儿开始喜欢听，就是我们一些听的流行音乐，她开始觉得自己唱歌好像很好听，很好听啦。然后呢，她在车上，我们就是回家的路上啊，她就说：“妈妈，你要放第几首？我的歌单的第几首？那我要唱给你们听。”但我先生就不小心想要跟我聊天，所以就有一个人在后面唱歌，然后旁边有一个人要跟我聊天。然后呢，这时候我女儿就会抗议说：“你没有想过吗？如果我今天在唱歌，如果今天是你们，然后看见有人聊天，没有听你唱歌，你会怎么样吗？”所以刚刚那例子可能要留心一下，因为那个状况是你跟你先生在聊天嘛，所以到底是谁的需求先呢？小朋友的需求先，但是先生就会不明白，因为他也好想讲，那小朋友就生气了，那他可能就会像之前一样，又在心里要画叉叉了。这是画爸爸。对，现在画叉叉。那我觉得这样也很好，表示他会告诉我们，你也要同理我。像这样的状况的话，有时候爸爸会很受伤。对，那这样父母有时候小朋友讲话会觉得说，怎么可以这样？爸爸我不爱你或我不喜欢你的时候，父母会受伤嘛？那小朋友这样子，我们要怎么跟他沟通比较好？当然，父母受伤了，我记得刚刚前半部有提到，父母绝对不能反击嘛。对，所以父母要先贴 OK 绷，先止住伤口。所以那个止住伤口可能也要留心一下，如果父母自己的状态不好的话，这个时候不急于给回应。我们会擅长用我讯息的讲话方式，譬如说，我现在感觉怎么样？那我需要你先安静一下下，或者是音量调低一点点，那我才能怎么样怎么样，而不是说你给我小声一点。就是你跟我差别就在于，我讯息是你开始在表达自己，但是你的话就是在责怪，在责骂。以那个例子来讲的话，我觉得刚刚小美妈讲的很重要一点是，小孩敢在这个时候提出来他自己的需求，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所以光他提出来之后，我们就可以先回应这件事。比如说，爸爸妈妈听到你提出你的不满了，那可是爸爸妈妈也想聊天，那我们怎么分配时间呢？就是以我跟我们一起，
而不是你怎么样，你等一下再听，或是你等一下再说。想请问一下可婷心理师，就是平常我们有没有可以让孩子练习说话或表达的技巧，比如说用在家庭，亦或者在他们的人际关系上面？你刚刚提到的那个我讯息啊，通常当父母或家里的环境开始调整至不是用指责的方式，开始每个人都开始表达自己的状态的时候，其实这就是孩子最好学习的方式，这是第一个。然后还有另外一个比较像是小技巧的，我觉得蛮有效的，那父母可以学起来。这个方法叫三明治法，三明治法就是有3层，你把第一句话好入口的、好听的、肯定的，通常是情绪的连结，好先说出去。好，比如说假设小朋友在学校或是在家里，兄弟姐妹打架了，好抢玩具，好入口的话是什么？是哦，我知道你很想跟弟弟玩，就先肯定这个情绪。好，再来第2个，中间要夹的是最难听入耳的建议、大实话，可是你不行用这样抢的。再来第3层呢，要补一个建议给他，就是既然不能这样，但是小孩子需要，那我不能这样做，那我要怎么做？身为父母，应该最后一层是再给他一个建议啊。我觉得下次想要跟弟弟玩的时候，你可以先问他，可以借我一起玩吗？之类的。所以三明治方法通常就是引诱别人好吃下口的说话技巧。所以等于第一个先稍微肯定他说，我真的知道你想要跟弟弟这样子玩，这是很棒的事情，但是你这个方法这样做是不对的。对，但是我们建议你怎么做，因为我也给了方法，而不是说我说你不行，但是我没有告诉你怎么做，他只知道生气，类似这样子的方式，让孩子知道说，哦，原来透过1、2、3，我可以收到这个讯息，我也可以知道我怎么做去解决到，我可以就是不要用吵架的方式，变成一个很好的沟通。所以举例来说，如果今天小孩子一直要你啊陪我玩啊，这个时候妈妈应该怎么以身作则呢？通常三明治嘛，第一个好入口的，所以妈妈说，哦，我知道你现在很想跟我玩，好，中间的是什么？可能妈妈在处理公事，可是我现在必须要把这件事先处理完，才能跟你玩。那不如你在等的这10分钟，你先去挑本书，等一下我们可以一起念，大概是以这样的方式。而且有时候啊，我们在处理公事，假如在家，其实小朋友他想要模仿我们就可以跟他说，不然这10分钟你也可以跟妈妈一样，坐在电脑前面开始画妈妈工作的样子。给他一点任务，让他觉得说我可以完成任务，然后呢，妈妈等一下就可以陪我玩，而且等一下妈妈结束之后一定要陪他玩哦，不可以食言。很开心呢，可婷心理师跟我们分享了很棒的方法，加上我讯息、三明治沟通法，这些呢都希望大家父母我们一起来努力，自己先做沟通，以身作则。然后呢，让孩子觉得自己说话是被重视的，听听他们的话，让他们以后长大也愿意跟我们一起说话。那希望今天的这一集对大家都有很大的帮助哦。我们下次见，大家拜拜，拜拜。大家好，我是邓慧文。小孩没问题系列邀请专业的心理师团队，每月定期更新我们的影片，要为每一位父母解开育儿的困惑。那也请大家帮我们订阅以及分享，还有帮我们留言，把你们希望的题材呢写在留言里面，我们会去收集大家的题材之后呢，拍摄更多相关的影片哦。如果需要进一步的心理建议，欢迎大家点击说明栏里面的咨商所连结。远迎时乐，与您同乐。各位爸爸妈妈，我们下次见喽，拜拜。